如今的娱乐圈是出了名的混乱，即便很多明星艺人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但实际上私底下都非常不堪入目。从风光无限的三料影后到人人唾骂，马苏可算是把自己的名声亲手毁掉了。虽说娱乐圈中的乱象屡见不鲜，但大多数的艺人还是能够平衡好事业和家庭的，深知风评的重要性。吴亦凡、文章等多少艺人都因为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而跌落神坛，但马苏似乎对风评并不在乎。虽然他一直被传出各种各样的绯闻，却依旧我行我素，而他又如何被牢牢贴上马老鸨的标签，走上一条不归路的呢？娱乐圈的美女遍地都是，马苏自封马漂亮，想要走颜值路线，她的成名之路并非这么简单。生活混乱不检点，很多网友都忍不住留言，青楼女子都甘拜下风。马苏名气颇大，作品屡获殊荣，曾与多位一线男星合作拍摄影视作品。然而他的私生活却非同一般，其经常出入各大夜总会，与不少小鲜肉以及圈内大佬们纠缠不清。他先后与孔令辉、吴奇隆等男星被狗仔目击过亲密约会。据传马苏在与孔令辉交往期间还与吴奇隆暧昧不清，这使得他与孔令辉的关系一度出现裂痕。之后马苏又与演员杜淳、歌手陈伟霆等人被抓拍到外出旅行或约会的画面，种种迹象表明马苏与这些男性之间存在着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。不仅如此，其还与黑人一起出去旅游，当照片一经传出，网上一片唏嘘声，只见二人穿搭十分的凉爽，并且还骑在黑人的肩膀上，这不禁令人发问，他们二人到底是不是情侣？此等事件无疑是亲手破坏自己的形象和口碑。可以说马苏是一个没有原则和无底线的女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曾有一位乐坛前辈站出来指名道姓，称马苏是娱乐圈女批王。他详细披露了马苏的许多绯闻故事，将他称为娱乐圈老鸨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马苏立即提起诉讼，要求相关方道歉并赔偿，但这并未平息网络上的舆论风暴，反而让更多网友对马苏的私生活感到好奇。其实若不是搭上了范金涛的顺风车，想必马苏现在依旧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。范金涛是一个实打实的富二代，依靠着他的资源，马苏成功跻身娱乐圈。在马苏刚刚进入娱乐圈时，圈中比她漂亮演技好的大有人在，但她却能抓住机会增加自己的曝光率，从而一步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也正是因此，机会和曝光率在马苏心中格外重要，这也让马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成了一位人人嫌弃的女艺人。马苏还是有演技的，不然也不能成为三料视后，但从马苏的经历来看，难免让人怀疑这些荣誉掺杂水分。马苏从小便热爱舞蹈，虽然家庭环境不好，但父母就算是再苦再累，也要让女儿学习舞蹈。奈何马苏的实力并不足以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，连续几年落榜，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但父母不愿女儿努力那么长时间的结果白费，所以通过找关系，让马苏以自费生的身份进入到学校学习。学生时代的马苏也知道自己和其他人还有很大的差距，所以变得更加努力。本想着在毕业后能被分配到文工团，却天不遂人愿。马苏毕业的那年恰巧赶上学校取消分配，毕业之后马苏在北京继续寻找机会，但在人才济济的北京，想要脱颖而出谈何容易，况且他手里也没有任何资源。而这种困境最终因为范金涛的出现有了转机，被观众称为永远的马漂亮的马苏，凭借着姣好的面容成功获得了范金涛的青睐。而马苏也借着这位富二代的资源一步步跻身娱乐圈，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新星。而他当时和范金涛在一起并非是爱情，而是一种利用，在自己成名后便选择了分手。娱乐圈经常会出现男主和女主传出绯闻的新闻，
但这都是些不同的人。而马苏不一样，基本上每一部剧都会传出类似的绯闻，他却丝毫不在乎，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故意为之，想要借此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。在和上一位金主分开后，马苏很快便盯上了当时的乒乓王子孔令辉。明星和运动员的恋情总是能广受关注，也能受到观众们的祝福，好比跳水运动员郭晶晶，她的丈夫是一个有名的富二代企业家，但她却说是自己高攀了郭晶晶。由此可见，运动员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也许正是看上了孔令辉当时风头正盛，所以马苏不惜放下脸面主动出击。整天在赛场上打球的孔令辉哪能经得住女人的软磨硬泡，更何况是一位当红的女明星。两个人在一起之后，马苏利用这一层关系赚足了流量，各大导演都纷纷向他递来了橄榄枝，他的事业步步高升。本来这段感情将会成为一段佳话，但马苏却半路掉链子，一度和多位男艺人传出绯闻。在《丝路豪侠》拍摄时，他和吴奇隆举止亲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位女艺人没有男朋友呢。但涉世未深的孔令辉哪能相信平日里对他百般撒娇的女朋友会出轨，所以还亲自为马苏解释。尝到绯闻流量的马苏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又和吴京、魏大勋等多位男艺人传出绯闻，这也让他坐实了绯闻女王的头衔。最终孔令辉实在受不了了，便选择了分手，自己爱玩也就罢了，马苏还带着身边的女艺人一起玩，这也让他成为了大家口中的马老鸨。成龙曾在一个采访中说，他将自己所了解到的娱乐圈都写在了一本书上，他希望能在若干年后让大家知道圈中的真实情况。由此可见，娱乐圈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很多事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有评论认为，马苏的绯闻历史远超马蓉，堪称女癖王，更有网友认为其几乎远超古代青楼女子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这场猛料曝光让马苏的形象跌入谷底，公众对他的看法急转直下，各大导演均再也不愿与其合作。多年来，马苏生活混乱，导致他的绯闻不绝于耳。除了那些证据确凿的大故事外，还有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比如深夜酒局，马苏会与陌生男子亲密接触；工作期间，他总会找机会勾引男主角；出差他乡，马苏更是放飞自我，与各国情人暧昧不清。所有这一切都为他沾染上女癖王的恶名埋下了伏笔。2017年，在跨年夜的社交平台直播中，有粉丝询问贾乃亮最近的状态，其中有一条问贾乃亮李小璐在哪，怎么跨年夜都不在他身边。贾乃亮信誓旦旦地称小璐在外面做头发，他当时真的以为妻子在外面做头发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网上就爆出了李小璐和说唱歌手 P 杠勾肩搭背一同回家的消息，此消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。而这件事最重要的选手就是马苏。马苏与李小璐、贾乃亮三人关系密切，被视为贾李夫妇的铁杆儿媳妇。同时，马苏与 P 杠是好朋友。刚开始，马苏有意将 P 杠介绍给李小璐认识，明知李小璐为有夫之妇，但其还是不避嫌，毅然而然地当中间人。此等行为令人发指。事发后，马苏还为李小璐撒谎，声称当晚两人在一起做头发，他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维护朋友的利益。然而，当视频曝光后，马苏的谎言被戳穿，他的信誉一落千丈。在维护李小璐的同时，没有考虑到伤害贾乃亮和公众的感受，道德绑架朋友，导致三人关系破裂。马苏付出了有益的代价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。马苏的谎言同时也伤害了他自己，他一时的选择让他在舆论中背负了撒谎者的骂名。做头发事件发生后，马苏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，他不再受到瞩目和关注，昔日的名气褪色殆尽。在综艺节目中，马苏忏悔自己在这件事中做得不够好，他说自己好久没有拍戏了，一度陷入抑郁之中。
马苏最近一次出现在大众的眼前是在网红太原老葛的生日宴上，马苏突兀登场，与太原老歌手牵手合影，画面尴尬难堪，场面冷清，舆论嘲讽不断。那曾经的国民女神，如今已沦落至网红生日会的陪衬角色，马苏是否已经改头换面，准备转战网络红利的直播行业？如今电影不要他，电视不要他，他能去哪里呢？在娱乐圈混日子已经非常不易，他又何尝不想重拾往日荣光？所以他只能选择让步，抓住一切机会维持曝光度。即便是出席网红生日会，马苏也绝不会甘心。其实马苏参加这样的宴会可能并非完全出于无奈，据一些业内人士透露，马苏近期正在积极转型，希望通过直播等新兴平台打开知名度。他有意与一些大 V 合作，借助他们的粉丝资源进行转型升级。当然，马苏想要完全重建事业，路还很长，他需要更努力地挖掘自己的演技潜力，同时注意言行举止，保持艺人应有的形象。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这样的女艺人很难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偶像。现在马苏的热度大不如从前，也只能通过网红和其他艺人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了。从三料事后到马老保，马苏把一条平坦的路走得稀烂。他本应拥有一段令人羡慕的感情，但由于自己不能稳住内心，总是想要尝试新鲜的人，试图用非正当的手段增加曝光率，这才适得其反。马苏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娱乐圈，而他只是其中一个不能抵抗住诱惑的人罢了。不知道大家对马苏有什么看法呢？